苏家退婚的宴会上，人声鼎沸。苏清雪站在大殿中央，如同众星捧月。她看着我，眼神里全是冰冷的厌弃。凌晨，你我与你之别，你修为尽废，早已不是天骄，而我即将拜入天眼圣地。他拿出那枚我送他的暖玉，曾经它是若珍宝，现在他随手一抛，玉佩落在地上，摔成两半，清脆的响声在大殿里回荡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带着嘲弄、鄙夷、幸灾乐祸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看着他，看着这张我曾以为会看一辈子的脸。苏清雪的姑姑，苏家主母轻蔑地开口：凌晨，别痴心妄想了，我们清雪未来的夫君必定是人中之龙，你一个连灵脉都枯竭的废物，凭什么？我爹凌家族长凌战脸色铁青，他不是为我，而是为凌家的脸面。他快步走到我面前，压低声音怒吼：废物东西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给清雪小姐道歉，求她回心转意。我看着他，觉得有些好笑。道歉？我何错之有？凌战气得浑身发抖，一巴掌扇了过来。我没躲，火辣辣的疼从脸颊蔓延开。逆子，你冲撞苏小姐就是大错，我命令你现在就跪下。苏清雪的嘴角噙着一抹胜利的微笑，她就想看我卑微如尘的样子。大殿里那些曾经奉承我的人，此刻纷纷变了嘴脸。凌家主，这废物留着也是祸害，就是当年要不是他运气好，哪轮得到他做凌家少主？现在好了，打回原形了。一句句诛心之言。我缓缓抬起头，目光扫过每一个人，扫过苏清雪，扫过凌战，扫过那些丑恶的嘴脸，最后我笑了。退婚可以，我同意了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他们预想了我的所有反应：愤怒、不甘、乞求，唯独没有这般平静。凌战的脸色更加难看。你有什么资格同意？这是家族的耻辱。从今天起，我凌战没有你这个儿子，凌家将你除名。他指向大门，滚出凌家。这下连苏家的人都有些意外，他们只是想退婚羞辱我，没想到凌家做得这么绝。苏清雪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快意。我慢慢转身，一步步走向门口，没有带走任何东西，因为这里的一切本就不属于我。走到门口时，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一眼父亲。我轻声开口：今日你弃我如敝履，他日你必将悔不当初。我又看向苏清雪，你以为天眼圣地是你的巅峰，可你不知道，那不过是我脚下的起点。你抛弃的不是一个废物，而是一个你永远无法想象的世界。说完，我不再停留，走入外面的风雪中，身后是无尽的嘲笑声。疯了，这废物肯定是疯了，还世界，他以为他是谁？苏清雪冷哼一声，对身边的天骄说：一个跳梁小丑罢了，我们别理他。没有人看见，在我走出大门的那一刻，风雪中一道黑影无声无息地出现，单膝跪地：楼主，庆之来迟。风雪很大，像是要将整个天都城掩埋。李庆之跪在我面前，头颅低垂，他身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锋锐之气，足以让任何窥探者心惊胆寒。起来吧。我的声音很平静。查的怎么样了？李庆之起身，恭敬地递上一份卷宗。楼主，都查清了，您的灵脉枯竭，确实是有人暗中下手，是凌家大长老和您的二叔凌月联手所为。他们买通了苏家的人，用了上古禁药化灵散。我接过卷宗，没有打开。这个结果我早就猜到了。大长老一直觊觎族长之位，二叔凌月的儿子凌风更是时时刻刻想取代我。至于苏家，不过是想找个理由摆脱我这个废物罢了。真是一出好戏。他们人呢？我问。都控制起来了，只等楼主发落。李庆之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，对他来说，无论是凌家大长老还是二叔，都不过是蝼蚁。不急，我将卷宗随手一捻，化为飞灰，让他们再多活几天。一出好戏，总要有观众才行。李庆之没有多问，只是应了一声是。这就是烟雨楼的规矩，楼主的意志就是一切。楼主，您的身体，他有些担忧。化灵散的霸道，他有所耳闻。无妨。我体内一股暖流涌动，瞬间驱散了风雪的寒意。所谓的灵脉枯竭，不过是我顺水推舟，演给他们看的一场戏。区化灵散还伤不了我的根基，我只是想看看，在我落魄之时，究竟有多少人会露出獠牙。结果很令人满意。回烟雨楼，我淡淡吩咐。天都城外，一辆毫不起眼的马车早已等候多时。车夫看见我们，立刻躬身行礼。上了马车，里面别有洞天，温暖如春，陈设雅致，与外面的风雪判若两个世界。李庆之给我倒了一杯热茶。楼主，凌家和苏家那边需要属下做些什么吗？暂时不用。我摇了摇头。猫捉老鼠的游戏，如果一下子就玩完了，岂不是很无趣？我要让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最珍视的东西一点点被夺走，我要让他们在绝望中忏悔自己的愚蠢。李庆之垂首，属下明白。马车缓缓启动，驶离了这座我生活了18年的城市。而城内关于我被逐出家门的消息已经像风一样传开。凌家议事厅，凌战坐在主位，脸色依旧阴沉。二叔凌月假惺惺的劝慰：大哥，
别生气了，为了一个废物，不值得。从今天起，就由我儿凌风接替他少主的位置吧。大长老抚着胡须，点头附和。凌风天赋异禀，由他做少主，我们凌家未来可期。凌战沉默许久，最终点了点头。好，传我命令，凌家上下谁也不许再提凌晨这个名字，我凌家没有这个人。另一边，苏家，苏清雪正在和那位来自天眼圣地的师兄相谈甚欢。那位师兄叫陈北玄，是圣地的内门弟子，前途无量。清雪师妹，你今天做得对，那种废物早该撇清关系。等你进了圣地，我为你引荐几位真正的天骄。苏清雪娇羞一笑，多谢师兄。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至于我，早已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。他们都以为我的人生已经坠入深渊，再无翻身的可能。他们不知道，当棋子离开棋盘，他变成了执棋的人，而他们还困在局中，不自知。烟雨楼的总部不在三界任何一处已知的地域，它悬浮于虚空之中，是一座巨大的天空之城。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。回到楼主殿，我换下那身朴素的衣衫，穿上了象征楼主身份的玄色云纹长袍。大殿之下，烟雨楼12堂主早已恭候多时，他们每一个放在外界都是能搅动一方风云的大人物。此刻他们全都单膝跪地，神情肃穆，恭迎楼主归位。声音整齐划一，响彻云霄。我走到王座前，缓缓坐下，目光扫过下方，都起来吧。谢楼主。众人起身，依旧垂首，不敢直视我的威严。楼主，您在天都城的布局是否可以收网了？开口的是情报堂堂主，一个看起来像账房先生的中年人。收网？我笑了笑，鱼儿还没到最肥的时候，怎么能收网？我要的不是小小的林家和苏家，我要的是他们背后的天眼圣地。此言一出，满堂皆惊。天眼圣地，那可是东荒大陆的庞然大物，传承万年，底蕴深厚。楼主，天眼圣地实力非同小可，我们行堂堂主面露忧色。非同小可？我打断他，在我眼里不过是块大一点的绊脚石罢了。我创立烟雨楼，不是为了在阴影里苟且偷生，我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星辰大海。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大殿内所有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，他们从我的话语里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野心和霸气。传我命令。我站起身，俯视着他们。第一阶段，天眼圣地在东荒80%的灵石矿脉供应，我要让他们在3个月内连弟子的月俸都发不出来。第二，散布消息，就说天眼圣地的正派功法天眼道典有重大缺陷，修炼者晚年必遭反噬，我要让他们的根基从内部开始动摇。第三，把我们培养的那些天才都放出去，让他们去挑战天眼圣地的所谓妖孽，把他们的脸给我狠狠地踩在地上。一条条命令从我口中发出，每一条都精准地打在天眼圣地的七寸上。12堂主越听越心惊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报复了，这是要将一个万年圣地彻底玩弄于股掌之间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我问。属下遵命。众人齐声应道，声音里充满了狂热。他们沉寂得太久了，现在他们的王回来了，王将带领他们让整个三界。我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星辰大海，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大殿内所有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，他们从我的话语里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野心和霸气。传我命令。我站起身，俯视着他们。第一阶段，天眼圣地在东荒80%的灵石矿脉供应，我要让他们在3个月内连弟子的月俸都发不出来。第二，散布消息，就说天眼圣地的正派功法天眼道典有重大缺陷，修炼者晚年必遭反噬，我要让他们的根基从内部开始动摇。第三，把我们培养的那些天才都放出去，让他们去挑战天眼圣地的所谓妖孽，把他们的脸给我狠狠地踩在地上。一条条命令从我口中发出，每一条都精准地打在天眼圣地的七寸上。12堂主越听越心惊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报复了，这是要将一个万年圣地彻底玩弄于股掌之间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我问。属下遵命。众人齐声应道，声音里充满了狂热。他们沉寂得太久了，现在他们的王回来了，王将带领他们让整个三界都为烟雨楼之名而站立。庆之。我看向李庆之，属下在，你亲自去一趟天都城。我要凌风身败名裂，我要苏清雪从云端跌落。记住，不要用烟雨楼的手段，用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去击败他们。李庆之眼中金光一闪，属下明白，我要让他凌家知道他们放弃的是什么，我要让那苏清雪知道他错过的又是什么。去吧。我挥了挥手，众人领命而去。庞大的战争机器开始缓缓转动，而我重新坐回王座，拿起旁边的一本古籍，悠闲地翻阅起来，仿佛刚才那个搅动万界风云的人不是我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烟雨楼令出，万界莫敢不从。这一局才刚刚开始。天都城，自从我被逐出家门后，凌风变成了凌家的新任少主，风光无限。他本就天赋不错，
加上大长老和二叔的全力支持，一时间成了天都城最耀眼的年轻一辈。苏家也对他青睐有加，苏清雪更是时常与他出双入对，俨然一对神仙眷侣。他们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，或者说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只是一个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失败者。这一天是天都城3年一度的丹药大会，城中所有炼丹师都会齐聚一堂，展示自己的丹药，交流心得。林峰也报名参加了，他最近得到了一张上古丹方，炼制出了一种名为龙力丹的丹药，可以短时间内大幅提升武者的力量。他想借此机会一鸣惊人，彻底坐稳自己天都城第一天才的名号。大会上，林峰意气风发，他当众展示了自己的龙力丹，丹药品相完美，丹香四溢，引得在场众人阵阵惊叹。不愧是林少主，如此年纪就有这般炼丹造诣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是啊，这龙力丹的品质，恐怕连丹王阁的大师都练不出来。林峰听着周围的吹捧，脸上满是得意。他看向台下的苏清雪，眼中充满了爱慕。苏清雪也对他报以温柔的微笑。就在林峰准备接受丹药大会的最高荣誉时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了：这种垃圾丹药也好意思拿出来献丑？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青衣的年轻人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会场。他面容普通，气息内敛，看起来平平无奇，正是改变了容貌的李庆之。林峰脸色一沉：你是什么人，敢在这里大放绝词？李庆之没有理他，径直走到展台前，拿起那枚龙力丹。他只是看了一眼，便摇了摇头。丹方是好丹方，可惜炼丹的人是个蠢货，火候错了3处，药材配比错了7处，提纯手法更是粗糙不堪。这丹药非但不能提升力量，反而会损伤武者根基，不出3日，服用者必定经脉寸断，修为尽废。他每说一句，林峰的脸色就白一分，因为李庆之说的全对，这丹药确实有问题，他自己也知道，只是被虚荣心冲昏了头脑，想蒙混过关。你胡说！林峰色厉内荏地吼道。胡说！李庆之笑了，他随手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玉瓶，倒出一枚晶莹剔透的丹药，这才叫龙力丹。那丹药一出，一股磅礴的药力瞬间弥漫开来，在场的所有炼丹师都感觉自己体内的丹火在颤抖，像是在朝拜君王。这是完美品质的丹药，天啊，丹运天成，这是传说中的丹道宗师手笔。所有人都疯了，他们看向李庆之的眼神充满了敬畏和狂热。林峰彻底傻眼了，他手中的那枚丹药和人家的一比，简直就是一坨泥巴。不可能！他喃喃自语，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李庆之将丹药抛给评委席的一位老者，前辈可以验一验。老者颤抖着双手接过，只是闻了一下，便老泪纵横。没错，是完美龙力丹，老夫钻研丹道100年，今日方知天外有天。结果已经不言而喻，林峰成了全场的笑话。他引以为傲的炼丹术被人批得一文不值，他精心准备的扬名立万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羞辱。苏清雪看着台上失魂落魄的林峰，又看了看那个神秘的青衣人，眉头紧紧皱起。他心中第一次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一丝动摇。李庆之做完这一切，便在众人的注视下转身离去。临走前，他留下了一句话：真正的天才从不屑于炫耀，因为他的光芒无人能挡。这句话像一根针，深深扎进了苏清雪的心里。他忽然想起了我被逐出家门时那平静的可怕的眼神。丹药大会的闹剧很快就传遍了天都城，林峰身败名裂，成了人人嘲笑的对象。林家为了平息众怒，不得不将他关了禁闭。林战气得砸了半个书房，二叔林月和大长老也灰头土脸，不敢出门。而那个神秘的青衣炼丹宗师青先生则成了无数势力拉拢的对象，但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苏家，苏清雪坐在窗前，心烦意乱。那个青先生的话总是在他脑海里回响，他开始怀疑自己退掉和凌晨的婚约，选择天眼圣地，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。就在这时，他的侍女匆匆跑了进来：小姐，不好了，天眼圣地传来消息，陈北玄师兄出事了。苏清雪心中一惊，出什么事了？听说他在一次宗门任务中被一个不知名的散修给击败了，不仅任务失败，连贴身法宝都被人抢走了，现在成了圣地里的笑柄。侍女焦急地说道。苏清雪呆住了，陈北玄，那个在他眼中高高在上、前途无量的天眼圣地内门弟子，竟然被一个散修给击败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那个散修叫什么名字？他急忙问。好像就叫无名。无名。苏清雪咀嚼着这个名字，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他不知道，这个所谓的散修无名也是李庆之，这是我下的第2步棋，我要让他苏清雪看到，他所仰仗的一切，在我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。他以为的天骄，不过是我局中待宰的羔羊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坏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，天眼圣地在东荒的灵石矿脉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，产量锐减，圣地内部关于天眼道典有缺陷的流言愈演愈烈，搞得人心惶惶。圣地派出去历练的精英弟子，不断被各种突然冒出来的天才击败，
颜面扫地，整个天眼圣地被一股无形的大手搅得焦头烂额，元气大伤。苏清雪拜入圣地的日子也因此一再推迟。她从天之娇女，仿佛一下子变成了烫手山芋。陈北玄失势后，再也没人愿意为她引荐。她每天都能感受到周围人异样的目光，这种从云端跌落的感觉让她几近崩溃。她开始疯狂地想念我，想念那个无论她如何任性都会包容她的凌晨，想念那个曾经会为了她一句话跑遍半个大陆寻找一株灵药的凌晨。她后悔了，她派人四处打听我的下落，却一无所获。我就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一样。终于有一天，她忍不住偷偷跑回了林家，她想找林战，求他把我找回来。然而她看到的却是林家大门前跪着的一排人，为首的正是林家族长林战，还有二叔林月、大长老。他们每个人都面如死灰，浑身颤抖。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黑衣人，黑衣人手中拿着一枚黑色的令牌，令牌上刻着2个古朴的篆字“烟雨”。那枚烟雨令像一座无形的大山，压得整个林家喘不过气来。林战跪在地上，身体抖得像筛糠。不知是烟雨楼哪位大人驾到，我林家不知何处得罪了贵楼。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。烟雨楼这个名字在东荒大陆就是一个禁忌，没人知道他来自哪里，没人知道他有多强。人们只知道，但凡是被烟雨楼盯上的势力，无论是百年世家还是千年宗门，最终都只有一个下场：覆灭。黑衣人没有说话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。苏清雪躲在暗处，大气都不敢出。他虽然不知道烟雨楼是什么，但从林战的反应来看，这绝对是一个林家惹不起的恐怖存在。过了许久，黑衣人才缓缓开口：“林战，你可知罪？”林战一个哆嗦，连忙磕头：“小人之罪，小人之罪。但小人实在不知究竟是何罪啊？”黑衣人冷笑一声：“有眼无珠，驱逐真龙，此为1罪；助纣为虐，残害亲子，此为2罪；愚不可及，自毁长城，此为3罪。3罪并罚，你林家当灭。”当灭2个字如同9天玄雷在林战耳边炸响，他瞬间面无人色，瘫软在地。不要啊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二叔凌月和大长老更是吓得魂不附体，拼命磕头求饶：“大人，都是林战一个人的主意，不关我们的事啊！”对，我们也是被他蒙蔽的。到了生死关头，他们毫不犹豫地把林战推了出来。林战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好弟弟和好盟友：“你们！”一口气没上来，直接喷出一口心头热。黑衣人看着这丑陋的一幕，眼神里没有丝毫波动。现在还想不起来吗？那我再提醒你一句，凌晨。当这个名字从黑衣人口中说出时，林战如遭雷击，他猛地抬起头，眼中充满了惊骇和不解。凌晨，他不是个废物吗？怎么会和烟雨楼扯上关系？废物！黑衣人笑了，笑声里充满了嘲讽。你们这些凡夫俗子，又岂能窥见真龙之貌？我们楼主不过是想在凡尘历练一番心境，而你们却亲手将天大的机缘推了出去。楼主这2个字让林战和苏清雪同时脑中一片空白。凌晨是烟雨楼的楼主，那个传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执掌3界生杀大权的暗夜之王。这怎么可能？林战疯了一样的摇头：“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是我儿子，他几斤几两我最清楚，他就是个废物！”闭嘴！黑衣人一声怒喝，一股恐怖的威压降临，林战瞬间被压得趴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敢辱我们楼主，死！黑衣人抬起手就要下杀手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淡淡的响起：“算了，让他活着吧，活着才最痛苦。”听到这个声音，苏清雪的身体猛地一颤，她循声望去，只见不远处的街道尽头，我正缓缓走来，依旧是那身白衣，依旧是那张熟悉的脸，只是眼神早已不复从前的温和，那是一种俯瞰众生的淡漠，仿佛世间万物在他眼中皆为尘埃。我一步步走近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林战和苏清雪的心脏上。黑衣人立刻躬身行礼：“楼主。”我点了点头，目光落在跪在地上的林战身上。“父亲。”我轻声唤道。“别来无恙。”林战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神复杂到了极点，有震惊，有恐惧，有悔恨，还有一丝不敢相信的希冀。晨儿，真的是你真的是烟雨楼的楼主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看着他。当日你将我逐出家门，说我林家没有我这个废物。今日我回来了，你高兴吗？林战的嘴唇哆嗦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高兴？他现在只有无尽的恐惧和悔恨。他到底做了什么？他亲手把自己的麒麟当成了野狗，赶出了家门。他把天大的富贵变成了催命的阎王。扑通一声，林战对着我重重地磕了一个头。晨儿，是爹错了，爹有眼无珠，爹不是人，你原谅爹这一次好不好？你再给爹一个机会。他声泪俱下，涕泗横流，哪还有半点族长的威严？二叔凌月和大长老也反应过来，拼命地向我磕头。凌晨，不，楼主大人，是我们鬼迷心窍，是我们不对，求您看在血脉的份上，饶了我们吧。
我看着他们，面无表情。血脉，在我被你们下毒，灵脉枯竭的时候，你们可曾念过血脉？在我被苏家退婚，万人嘲笑的时候，你们可曾念过血脉？在你们将我逐出家门，任我自生自灭的时候，你们又可曾念过血脉？我每问一句，他们的脸色就白一分。最后，我笑了。现在跟我谈血脉，你们也配？说完，我不再看他们，转身看向躲在角落里的苏清雪，四目相对，她的眼中蓄满了泪水。凌晨，她哽咽着，想说什么，却又说不出口。好久不见，我淡淡开口，你好像过得不太好。苏清雪的泪水终于决堤。对不起，凌晨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。他向我跑来，想抓住我的手，就像以前一样。我后退了一步，避开了。我们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。苏清雪，我的声音很冷，你错过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的人生。当初你选择天野圣地，我没有怨你，人各有志，但你千不该万不该在我最落魄的时候踩上一脚。你以为那是你的高傲，其实那只是你的愚蠢。我从怀中拿出那半块被他摔碎的暖玉，这块玉是我母亲的遗物，能温养神魂。我送给你，是希望你的道心能永远纯粹。可惜你亲手打碎了它，也打碎了我们之间最后的情分。我松开手，半块暖玉落在地上，碎成了齑粉。苏清雪的心也跟着碎了，她瘫坐在地，失声痛哭。她终于明白自己究竟失去了什么，那不是权势，不是地位，而是一颗曾将他视若整个世界的真心。我没有再理会身后那一片哭嚎和忏悔，对他们来说，死亡太便宜了，让他们活着，永远活在悔恨和绝望里，才是最残酷的惩罚。楼主，天眼圣地那边派人来了。李庆之在我身边轻声说。我挑了挑眉，动作还挺快。来的是谁？天眼圣主和他们的太上长老，据说是来负荆请罪的。我笑了，负荆请罪，他们也配？让他们在天都城外等着，我什么时候想见了再传他们。是。李庆之领命而去。这就是烟雨楼的威势，即便是东荒霸主天眼圣地，在烟雨楼面前也得乖乖俯首。圣主亲临，连见我一面的资格都没有。我回到了林家曾经为我准备的别院，这里的一切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样子。物是人非，我坐在院中的石凳上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茶还是温的。我知道，在我离开的这段日子，一定有人每天都在打扫这里，每天都在为我备好热茶。是那个从小看着我长大的福伯，在我被逐出家门时，只有他偷偷塞给我一袋金币，让我路上用。一个苍老的身影从屋里走了出来，正是福伯。他看到我，浑浊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泪水。少主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福伯，我回来了。我对他笑了笑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。福伯老泪纵横，上上下下的打量我。瘦了，少主瘦了，在外面一定吃了很多苦吧？我摇了摇头，不苦，有福伯的关心，再苦也是甜的。我拉着他在石凳上坐下。福伯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，烟雨楼需要一个管家。福伯愣住了，随即拼命摇头，不，少主，我一个糟老头子怎么能？我说你能，你就能。我拍了拍他的手，在我心里，你从来不是下人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福伯再也忍不住，捂着脸，泣不成声。这世间总有一些温暖值得我去守护，也总有一些罪恶需要我去清算。3天后，天都城外，天眼圣主和太上长老已经整整等了3天3夜，他们不敢有丝毫怨言。终于，李庆之出现了。我们楼主同意见你们了。天眼圣主两人如蒙大赦，连忙跟着李庆之来到了我的别院。当他们看到院中那个悠闲喝茶的年轻人时，都愣住了。他们想过烟雨楼楼主的无数种样子，威严、霸气、苍老、神秘，却唯独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少年。你就是烟雨楼主？太上长老有些难以置信。我放下茶杯，抬起头，有问题吗？仅仅一个眼神，天眼圣主和太上长老便感觉如坠冰窟，一股源自灵魂的战力让他们瞬间跪倒在地。参见楼主，他们终于明白，眼前这个少年是比洪荒凶兽更可怕的存在，他的意志就是这世间唯一的真理，他的布局就是诸神的宿命。起来吧，我淡淡开口，那股恐怖的威压瞬间烟消云散。天眼圣主和太上长老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额头上满是冷汗。不知楼主召见，有何吩咐？天眼圣主恭敬地问。吩咐谈不上。我重新拿起茶杯，吹了吹热气，只是想跟你们玩一个游戏。游戏？两人面面相觑。没错，我看向他们，我给你们天眼圣地一个机会，1个月后，天山之巅，我会和你们圣地最强的3个人打一场车轮战，你们3个打我1个。如果我输了，烟雨楼从此退出东荒，绝不再踏足半步。此言一出，天眼圣主和太上长老都惊呆了。1个人，
挑战他们圣地最强的3个人，这简直是狂妄到了极点。天眼圣地传承万年，底蕴何其深厚，圣主本人、太上长老，还有一位必死关的老祖宗，都是站在这个世界顶点的存在。他竟然想以一敌3，怎么？我看着他们震惊的表情，笑了笑，不敢。太上长老脾气火爆，忍不住开口：“楼主未免也太小看我天眼圣地了。”好，我点了点头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不过，如果你们输了呢？天眼圣主深吸一口气，沉声说道：“如果我们输了，我天眼圣地从今往后，唯烟雨楼靠近我3尺之内时，都如同泥牛入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”这怎么可能？天眼老祖瞳孔骤缩，他的攻击足以轰碎一座山脉，却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。法则免疫？不对。是更高层次的道。天眼圣主和太上长老也发现了不对劲，他们感觉自己引以为傲的法则之力，在我的面前就像是孩童的玩具。这就是你们的底蕴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有些失望，太弱了。我伸出一根手指，对着虚空轻轻一点，该我了。一指定乾坤，刹那间，整个世界都仿佛静止了，风停了，雪住了，云散了，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怖力量以我为中心扩散开来。天眼圣地的3位之强者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座无形的世界镇压，他们的身体、他们的神魂、他们的法则全都被禁锢了，他们甚至连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根手指在他们眼中不断放大。恐惧，无尽的恐惧淹没了他们的心神，他们终于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什么。靠近我3尺之内时，都如同泥牛入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怎么可能？天眼老祖瞳孔骤缩，他的攻击足以轰碎一座山脉，却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。法则免疫？不对，是更高层次的道。天眼圣主和太上长老也发现了不对劲，他们感觉自己引以为傲的法则之力，在我的面前就像是孩童的玩具。这就是你们的底蕴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有些失望，太弱了。我伸出一根手指，对着虚空轻轻一点，该我了。一指定乾坤，刹那间，整个世界都仿佛静止了，风停了，雪住了，云散了，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怖力量以我为中心扩散开来。天眼圣地的3位之强者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座无形的世界镇压，他们的身体、他们的神魂、他们的法则全都被禁锢了，他们甚至连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根手指在他们眼中不断放大。恐惧，无尽的恐惧淹没了他们的心神，他们终于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。那不是人，是神，是超越了这方天地理解的真正的神。我认输。天眼圣主用尽全身力气，从喉咙里挤出3个字。我指尖的力量停在了他们眉心前1寸，那股禁锢天地的力量缓缓散去。3人同时瘫软在地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浑身早已被冷汗湿透。他们看着我，眼神里只剩下敬畏和臣服。山下观战的众人早已鸦雀无声，他们看不懂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他们只看到天眼圣地3位之强者全力出手，而烟雨楼主只用了1根手指就结束了战斗。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差距！苏清雪和林战更是面如死灰，他们终于彻底明白自己当初是多么的可笑。他们以为我是一只蝼蚁，殊不知我才是那俯瞰众生的苍天。我缓缓从山巅走下，所过之处，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路，所有人都对我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。我走到苏清雪和林战面前，看清楚了吗？2人身体一颤，不敢抬头。这就是你们放弃的世界。我没有再多说，而烟雨楼主只用了1根手指就结束了战斗。这是何等恐怖的实力差距！苏清雪和林战更是面如死灰，他们终于彻底明白自己当初是多么的可笑。他们以为我是一只蝼蚁，殊不知我才是那俯瞰众生的苍天。我缓缓从山巅走下，所过之处，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路，所有人都对我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。我走到苏清雪和林战面前，看清楚了吗？2人身体一颤，不敢抬头。这就是你们放弃的世界。我没有再多说1个字，与他们擦肩而过。从始至终，他们于我而言都不过是路边的尘埃。我曾经在意过，但风吹过，尘埃便散了。我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更遥远的星辰大海。天山一战，烟雨楼之名响彻3界，天眼圣地也兑现了他们的承诺，彻底臣服。东荒大陆迎来了新的王，而我并没有停下脚步。林家和苏家在无尽的悔恨中慢慢衰败，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。苏清雪终生未嫁，在青灯古佛旁了此残生。苏清雪终生未嫁，在青灯古佛旁了此残生。林战郁郁而终，临死前嘴里还在不停地念着我的名字。这些我都没有再关注。我带着福伯，带着李庆之，带着整个烟雨楼，踏上了新的征程。我们走过无数个世界，见过无数种风景。那些所谓的上古大能、绝世妖孽，在我面前不过是局中待宰的羔羊。我的布局成了诸神的宿命，我的意志
成了世间唯一的真理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烟雨楼令出，万界莫敢不从。终于有一天，我站在了3界的最高处，李庆之站在我身后。楼主，我们已经站在了顶峰。我摇了摇头，不，这还不是顶峰。我抬起头，看向那无尽的虚空，那片万古不变的黑暗，看到了吗？那里才是我的战场。李庆之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眼中闪过一丝震撼。楼主，您是想……没错，我笑了。这一局，我要赢天半子，我要让这万古长夜因我而鸣。我的声音在虚空中回荡，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，而我将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光。